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坚持运动的中年女人，比同龄人年轻至少10岁，差距竟然这么大，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蒋勋说，我看到许多人在还很年轻时就老了，老并不是生理机能的退化，而更是心理上的不长进，开始退缩在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中，不再对新事物有好奇，不再有梦想，不再愿意试探自己潜在的各种可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不可避免地面对现实，许多女人因此感到焦虑，认为年龄是决定一切的关键。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，在时间的长河中，年龄最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和对待生活的态度。在当下的大环境当中，大多数女人的确会受到影响，尤其是看着身边更优秀的同龄人，就会瞬间受到刺激。中年后，身体走下坡路是常有现象，油腻、皱纹都会在你我他的身上出现。一到体检，不是提醒你脂肪肝、血粘稠、痛风，就是告诫你要多注意身体状况的萎靡。朋友真月开始运动的初衷也是害怕变老变丑。生活总是公平的，想要保持年轻和苗条，就得付出更多努力和汗水。于是他开始尝试各种运动，从轻松的散步到瑜伽，再到单位组织的各种活动，他都积极参与，还报名参加各种比赛。运动让他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，身材也保持得不错，他可以轻松跑完5公里，10公里也不在话下。空闲时他还会跳跳舞娱乐大家，羽毛球比赛他也是团队的核心成员。别总说运动没用，养成运动的习惯，保持运动的状态，身体自然会给你最好的回报。1. 坚持运动有这么多好处。1. 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。中年人的生活常常充满了各种烦恼和压力，让人应接不暇。这些压力使得他们在夜晚的睡眠质量变得极其糟糕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睡。朋友丹青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，他在没有开始运动之前，每晚的睡眠状况简直就像是一场战斗。他常常在半夜醒来，不得不多次起身去厕所，导致整晚都无法获得安宁。然而，自从丹青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运动之后，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他开始尝试简单的运动，比如散步和走路，慢慢的，他发现晚上的睡眠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。他入睡的速度变得更快，夜间起夜的次数也明显减少，早上还能自然醒来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得更加饱满。事实上，在现实生活中，那些经常进行运动的人，他们的睡眠质量往往肉眼可见的好。因此，如果你也面临着睡眠问题，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，或者半夜频繁醒来，不妨试着给自己安排一些运动吧。2. 运动提升身体机能。运动不仅仅能够解决身体上的诸多问题，还能显著提升一个人的整体状态，使其变得更加活跃和充满活力。朋友朵朵最初迷上了散步，后来开始接触瑜伽，这种结合了身体和心灵的运动让她受益匪浅。现在她更是对户外徒步充满了热情，每次在山林间漫步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，满眼的绿色让人心旷神怡，仿佛整个人都被洗涤得焕然一新。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，如果能够爱上运动，那么生活将不再显得无聊，相反，时间会变得异常宝贵，哪里还有闲暇去感叹人生寂寞如雪呢？运动不仅能带来身体上的变化，比如体重的减轻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会让你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，气色红润，精力充沛，身体健康，这些都是运动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。运动与不运动的生活，
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前者充满了充实感和活力，而后者则可能陷入无尽的疲惫和乏味。3. 身材没有臃肿感，线条匀称有美感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人的身体会经历一系列变化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新陈代谢速度的逐渐减缓。这种生理上的变化导致了体内脂肪的积累，进而使得身材开始出现发福和走样的迹象。特别是腹部、臀部和大腿等部位更容易堆积多余的脂肪，给人一种臃肿的感觉。然而，对于那些长期坚持锻炼的女人来说，情况则大不相同。她们通过规律的运动，不仅能够有效地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，还能塑造出更加优美的身材。这些女人往往拥有紧致的肌肉和匀称的身形线条，看起来更年轻。4. 可以提升自信心，让内核越来越强大。常听说运动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这句话确有道理。一个常常运动的人，不仅强身健体，还会修炼一个人的内心，使心情有所改变，治愈情绪。威斯康星大学的精神病科学家曾进行了一项实验，并得出结论，在缓解轻度抑郁症方面，跑步不仅效果可与短期精神疗法相提并论，而且比长期不现实的治疗更为有效。虽然运动的好处广为人知，但只有亲身体验过，才能真正感受到其益处。步入不惑之年，人生进入了荒芜时期，肩负着照顾年迈父母和年幼子女的责任，同时还要处理繁重的家务和工作。焦虑、不安、烦躁、痛苦等各种心理压力接踵而至，表姐慧芳也没能幸免。有一段时间，表姐感到极度崩溃和无助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，不愿与人交往，每天都感到无精打采，生活迷茫。直到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，才找到了突破和缓解。在心情郁闷时，她会选择跑步；烦躁时会练习瑜伽；焦虑时会打羽毛球；紧张和无奈时会去游泳或跳舞。运动仿佛一剂强心针，它治愈了身体的痛苦，抚慰了心灵的创伤，带来了内心的平静。就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随着运动时挥洒的汗水而烟消云散。当一个人开始运动，他对待他人、看待世界的态度和视野也会随之改变。女人的自信通常源自于认知能力，而非仅仅依赖外表。只有内在的强大，才能支撑我们持续前行。即使体重都是90斤，坚持运动仍能让我们更加自信，整个人散发出的活力也会随之增强，内在的力量也会逐渐壮大。5. 年轻态十足，和女儿同框像姐妹。来自辽宁沈阳64岁的刘奶奶成为了跑圈里的大红人，各大媒体争相对其报道。谁能想到成为奶奶辈的她已坚持跑步9年，期间跑了上百场马拉松后，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那么的好，那么年轻。刘奶奶为了改善体质，从55岁爱上跑步，9年跑了上百场，其中全马有50场，总里程达到1万多公里。刘奶奶除了跑步还爱好健身，通过跑步和健身，自己的体重9年时间一直保持在98斤没变化，自身也变得更加自信。很多人都说看起来好年轻啊，看起来只有40岁。如果有人叫她姐姐都不过分。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看上去老气横秋，那就要学会动起来。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减肥，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更有年轻态。状态好的女人，就算是和自己的女儿同框，看上去也会像极了姐妹。6. 改掉生活中的坏习惯，重获新生。在开始健身之前，王杰阿姨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打牌上。起初只是作为一种消遣，但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嗜好。她每天沉迷于牌桌，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
她的丈夫已经对她失去了信心，不再尝试去改变她，而孩子们也已经长大成人，不再需要她的照顾。由于即将退休，她也不怎么去上班。手头宽裕的她每天上午10点就去打牌，常常打到第二天凌晨，甚至通宵。这样的生活方式持续了4年，让她看起来非常憔悴，面容苍老，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。尽管没有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，但长时间的打牌导致她第二天早上起来时，总是感到背痛、腰痛、胳膊痛或腿痛，心慌，走路时腿发硬。尽管如此，她意识到无聊时的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本质。她开始反思自己，发誓要戒掉毒瘾，但每次的决心都很快被打破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在洗澡后认真地照镜子，被自己憔悴的面容和松弛的腹部震惊了。她决定开始运动，于是买了一台跑步机，跑步成了她唯一的兴趣。经过10天的跑步，她感觉到了一些变化，但仍然对自己的体型不满意。她开始寻找快速瘦腰的方法，尝试了各种网络上的建议，包括平板支撑。然而，由于缺乏科学的训练方法，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瓶颈期，感到非常沮丧。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更科学的训练方法，于是坚持了下来。最终，她战胜了自己，不再去赌博，生活变得有规律。虽然失去的青春无法挽回，但她现在将健身视为一种习惯，每月制定训练计划，每天早上坚持训练1个多小时。可见，即使到了50岁，热爱健身运动也能让人活得洒脱自由，不受年龄、身材和衰老的限制。7. 长期的冻龄术比同龄人显嫩10岁不止。切勿认为长期坚持健身会使体型变得过于男性化，甚至出现过于明显的肌肉线条。事实上，恰当的锻炼方法不仅能美化肌肉线条，还能带来长期的抗衰老效果，使面部状态越来越好，与同龄人相比更加年轻。云南63岁的珍珍，通过持之以恒的健身，成功地保持了与20多岁女孩相媲美的身材和精神风貌。她的健身故事不仅登上了热搜榜，还激励了许多年轻人。在过去的8年里，珍珍阿姨每天坚持健身，无论是身体形态还是精神状态，都远超同龄人。8年前，珍珍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自由的渴望，迈入了退休生活。起初，她享受着这份难得的闲暇时光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她逐渐感到生活变得单调和乏味，日常活动似乎总是千篇一律，这让她开始感到空虚和焦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情绪并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逐渐消散，反而变得越来越沉重，甚至开始影响到她的身体健康。她的膝盖开始感到无力，每次尝试起身活动时，那种酸软无力的感觉就像潮水般袭来，让她痛苦不已。日常的行走、上下楼梯等活动变得越来越艰难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珍珍阿姨下定决心，要通过锻炼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。她走进健身房，开始了她的健身之旅。起初，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健身的退休女士来说，每一个动作都是挑战，每次训练都是一次考验。但她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坚持了下来。每周至少3次，每次锻炼约1个小时。她坚信只有通过汗水和努力，才能塑造出自己理想中的身材。8年的坚持，让珍珍阿姨的体态变得线条分明，肌肤紧致，完全不像是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健身让她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年轻，充满了活力和朝气。珍珍阿姨表示，适量的体育锻炼有助于保护关节，而且运动后的轻松感让她感到非常愉快，完全没有了年龄带来的焦虑。2. 运动和不运动的差距对比。对比图1，
不爱运动肌肤松垮 vs 爱运动肌肤紧致。从来没有养成运动习惯的女人，肌肤状态往往比较松弛，缺乏弹性，这是因为她们的骨骼结构无法很好地支撑起皮肤，导致皮肤缺乏足够的支撑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们体内的胶原蛋白会逐渐流失，这种流失会导致皮肤失去原有的紧致感，从而出现明显的皱纹和松弛现象。相反，那些长期坚持运动的女人，她们的身体状况则会大不相同。通过规律的锻炼，她们的肌肉力量会得到显著增强，肌肉的紧实度也会随之提高。这样一来，皮肤与肌肉之间的贴合度会更好，身材也会显得更加紧致有型。运动不仅能够帮助她们保持良好的体型，还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皮肤的弹性和光泽度，从而延缓衰老的进程。对比图2，不运动背厚肩宽，爱运动背薄肩瘦。尽管我们无法阻止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，然而我们却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塑造和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。对于那些缺乏运动习惯的女人来说，岁月的流逝往往会带来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变化。她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中年时期开始发福，肩膀逐渐变宽，背部变得厚实，手臂上的肌肉变得松弛，形成了所谓的麒麟臂。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体型，更进一步影响了整体气质和外在形象。然而，通过长期坚持和不懈的努力，我们可以有效地改变这些不利的外在变化。运动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燃烧多余的脂肪，还能塑造和紧致我们的肌肉，使我们的身体线条更加优美。特别是对于女人来说，坚持进行有针对性的力量训练和有氧运动，可以有效地使背部变得更加纤薄，肩膀线条更加清晰，从而显得更加瘦削和优雅。对比图3，不爱运动状态差 vs 爱运动精气神十足。到了60岁以后，如果你还没有运动的习惯，精神状态就会呈下滑式，整个人的气质都会显得沧桑又疲态。相比之下，爱运动且懂得坚持的女人，就算到了奶奶辈儿的阶段，气色也会非常红润有光泽，而且气质也特有活力。她们往往拥有更加挺拔的身姿，眼神中透露出自信和活力，仿佛岁月在她们身上留下的痕迹要少得多。运动不仅能够改善身体的健康状况，还能提升心理状态，让人保持年轻的心态。因此，无论年龄多大，坚持运动都是保持青春活力、延缓衰老的不二法宝。对比图4，爱运动抬头挺胸，不爱运动驼背弯腰。不爱锻炼又久坐的女人，长时间下去会有驼背弯腰的问题，甚至臀部也会变得扁平塌陷，体态会越来越差。想要改善体态上的问题，就要用对正确的锻炼方式，不要3分钟热度，并且喜欢总是松懈。3，瘦下来的确很重要，但是也要讲究方式方法。1，饿瘦和运动瘦的区别是非常大的。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美，也没有人希望自己身材臃肿，但是瘦身一定不要靠节食，而是要通过健康的运动方式，减掉多余的赘肉，让肌肉线条更加紧绷，最终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2，减肥的同时还要维持胶原蛋白的存在。只知道盲目减肥的女人，结果都是差强人意的，而且面部也会越来越凹陷，身材看上去毫无美感。正确的健身方式可以让你的面部维持足够的胶原蛋白，而且身材线条也特别匀称，显得十分健康。3，不仅要体重掉秤，身形线条的修饰也很关键。之前贾玲成功瘦身的案例激励到了很多人，她减肥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从以前的大码服装到现在的性感礼服裙，简直就是涅槃重生，而且形象气质也提高了。
真是美到了骨子里。4. 中年女人开启运动之路，都要从哪些方面切入？ 1. 饮食规律健康，一定要多吃粗粮。我们总是说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在饮食方面，大家一定要格外慎重，尤其是在运动之后，要及时补充能量。多吃粗粮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，同时还要摄入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。2. 有氧和无氧结合训练，肌肉才会更紧实。中年女人不能长期的练习有氧运动，否则会导致肌肉流失，皮肤就会越来越松弛。结合无氧训练，才能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，穿衣服也会更好看。3. 锻炼前后要及时拉伸，放松肌肉线条。锻炼前后也是很关键的时刻，很多人锻炼没有拉伸的习惯，从而导致肌肉越来越明显僵硬。习惯性的拉伸肌肉，可以达到缓解的效果，而且还能预防酸痛的问题。4. 逐渐加强锻炼的力度，别一口气吃成胖子。锻炼一定要循序渐进，特别是对于运动小白来说，不要一上来就做高强度的练习，只有做好运动基础，再加上力量训练进行增肌，久而久之才能够养成好的运动习惯。5. 正确的运动方式都有哪些？赶快学习起来。方式1，练习肩背线条，优化头肩比例。在进行运动锻炼时，切记不要盲目跟风，而是要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和需求，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。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和目标不同，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至关重要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脸部较为丰满，同时肩膀和背部也比较厚实，那么可以尝试一些针对性的锻炼方法。具体来说，你可以采取一种简单的墙壁练习来帮助改善这一状况。具体步骤如下：首先，你需要找到一面平坦的墙壁，然后将双手伸直，手掌紧贴墙面。接下来保持背部挺直，尽量让身体与墙面保持垂直。在这个姿势的基础上，缓慢地将背部往下压，同时收紧腹部的核心肌群。这个动作需要保持一段时间，以达到锻炼的效果。通过长期坚持这种锻炼方法，你会发现脸部和肩背的线条逐渐变得更加紧致和纤细。方式2，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，选择合适的运动。女人过了中年后，新陈代谢速度可能会减慢，体重管理变得更加重要。在这个阶段，除了进行有氧运动以保持心肺健康外，还应该尝试加入一些减脂运动。减脂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体重，减少体内脂肪的积累，从而降低患上各种慢性疾病的风险。当我们步入45到65岁的年龄段时，身体的肌肉质量和骨密度会逐渐下降，因此在这个阶段要进行肌肉力量训练，有效地延缓肌肉流失，保持骨骼的强度，从而提高生活质量，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。大于65岁的女人，身体的灵活性和平衡能力会有所下降，因此进行一些基础的运动是非常必要的。这些基础运动可以包括散步、瑜伽、太极等。这些运动不仅有助于保持身体的柔韧性和平衡性，还能增强心肺功能，提高整体的健康水平。方式3，提高肌肉力量，做力量感训练。盲目的运动不仅会对身体造成伤害，而且会导致身材和肌肉线条不够美观。上了年纪的女人应该学会如何提高肌肉力量，例如进行负重训练或拳击训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。通过力量感训练，我们不仅能够让自己看上去更有气场，还能有效地摆脱那些不好的情绪。6，好的身材要学会用穿搭体现出来。1，不要总是穿松垮无形的衣服，修身款更好看，展现运动成果的好身材。
切勿被不合适的衣服所掩盖，特别是那些过于宽松且缺乏腰线的服饰。这类衣物穿在身上不仅会让人显得臃肿，而且毫无美感可言。相反，合身的服装能够巧妙地描绘出身体的线条，彰显出优美的曲线。2. 适当地露出肌肤线条，吸引力瞬间拉满。即便年岁增长又如何？只要保持良好的身材，我们在选择服饰时便能自信地展现身体线条。尝试各种背心、短裤、吊带装，这正是坚持锻炼所赋予我们的优势。你还在犹豫吗？还需要等待吗？不必与别人比，也不必一定要去健身房。给自己定一个短期目标和养成运动的习惯，可以是1周，可以是1个月，只要长久坚持下去，一定会有所收获。相信多年后你会发现，你与同龄人的差别绝对不止一点点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